前段时间，台湾企业台积电发布了2022年4季度财务报告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2.8%，净利润更是同比上涨了77.8%。记得前段时间舆论还在说半导体芯片产能过剩，至少从台积电的4季报来看，并没有体现出来，生产出来的都能卖得掉。也许这就是股神巴菲特连续加仓台积电每股股票的原因之一。毛利率高达62.2%，是中芯国际的1.56倍。如果说中芯国际是中国第最大的半导体芯片代工企业，那么台积电就是行业内绝对的老大。无论从产量还是技术能力上来看，均不输美国、日本以及韩国的企业，连续多年排名市场占有率首位。台积电并非是那类薄利多销的企业，该公司不仅卖得多，商品的利润率也很高。2022年4季度台积电的毛利率高达惊人的62.2%。毛利率指的是毛利润与收入的比值，而毛利润是收入减除原材料、工人工资、生产设备摊销等制造成本后剩余的利润。换言之，台积电每卖出100元的芯片，只有不到40元的生产成本，剩下的62.2元都是毛利润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中国芯片代工企业的扛把子中芯国际在利润率方面要逊色不少。根据中芯国际的2022年3季报显示，毛利率为39.9%，远低于台积电，后者62.2%的毛利率是前者的1.56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2年全年年报还未公布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去年是中芯国际近5年里利润率最高的一年。2021年，中芯国家的毛利率为29.31%，而2018至2020年在20%至24%之间徘徊。要不是2022年中芯国际加大了终端芯片的产量，与台积电的毛利率差距将被拉得更大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也是高利润的源泉。利润率分为净利率和毛利率，相比于毛利率，净利率还需要扣掉管理费用、研发费用、财务费用等非生产成本，高低与否还与企业的融资政策、管理能力有关。要比较产品本身的利润率，应该看毛利率。同样是芯片代工企业，且均达到了一定的规模，为何台积电的产品盈利能力比中芯国际要高呢？除了生产数量更多，使得规模效应更明显外，技术含量高更加关键。产品附加值与科技含量息息相关，毕竟普通的商品大家都能生产，技术要求高的产品只有少数企业能生产。在高端市场形成垄断后，生产企业掌握了一定的定价权。芯片代工领域的技术先进性体现在制程上，我们来比较一下两家公司各制程的收入贡献情况。2021年，中芯国际62.5%的营业收入来自90纳米及以下制程的晶圆代工业务，其中55、65纳米制程的芯片提供了29.2%的营收，45/40纳米制程的芯片贡献了15%，FinFET-28纳米的营收占比达到了15.1%。中芯国际2022年的全年财报暂未公布，但基本可以确定，收入贡献度与2021年比不会有太大的区别。所以，中芯国际的主要营收来自于28纳米至65纳米制程的芯片代工业务。台积电的营业构成与中芯国际完全不同。财报显示，2021年台积电的总营收中，28纳米制程以上的芯片仅占营业收入的36%，16纳米、7纳米和5纳米芯片营收占比为64%，其中7纳米和5纳米高端芯片占比达到了50%。2022年，台积电在高端芯片市场更进一步，7纳米的营收占比虽然降至27%，但5纳米制程的芯片为其带来了26%的营业收入，两者加一起占全年总收入的53%。而刚刚过去的2022年第4季度，5纳米制程芯片的营收占比达到了惊人的32%，净利润同比大涨70%以上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原本就拥有技术优势的台积电，还在不断增加高端芯片占公司业务的比例。前面说过，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，利润率就越高。所以，即使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不利环境，台积电依然能够保持很高的毛利率。2025年量产2纳米芯片是否存在技术过剩？发布2022年4季度财务报告的同时，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还透露，公司准备在2025年量产2纳米芯片。有的朋友认为台积电存在技术过剩，原因是新能源汽车崛起后将是芯片的需求大户，而汽车芯片与手机芯片不同，不需要5纳米、7纳米，更不要说更加先进的3纳米和2纳米了。于是他们觉得台积电存在技术过剩问题，即使量产出了更高端的芯片，也无法给经营带来好处。
这种观念有那么点阿 Q 精神的意思。科技永远是第一生产力，任何时代都不会出现嫌技术水平过高的事情。10多年前，没人想到7纳米的芯片成为了高端市场的主流，现在不就实现了吗？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，现在不加紧研发，到了需要的时候，可不是想生产就立马能生产出来的。谁知道未来的智能汽车是否需要制成更加先进的芯片？更何况 VR 设备迟早会像智能手机那样成为人们的必备品。随着 VR 设备的性能提升，对芯片的制成要求将会越来越严苛，2纳米芯片的前景广阔。在我看来，技术过剩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讲法，只是某些人的自我安慰而已。就好比张三买了180平方米的大平层，李四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里，他觉得张三一家4口根本用不到住那么的房子，纯属浪费空间，谁会觉得张三说的有道理呢？实际上，台积电的高利润率已经说明了问题，代工5纳米和7纳米的芯片，就是比主业为28纳米以上制成的芯片更挣钱。常言道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科技强则国强。台湾的科技水平，在自身的不懈努力以及美日的大力扶持下，在半导体、计算机、精密仪器、医疗、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均已达到了全球领先的地位。台湾的半导体领域，鸿海精密世界500强，台湾规模最大，也是全球电子产品代工领域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。大名鼎鼎的富士康就是其在中国大陆开设的子公司，曾经是各地方政府争相拼抢的招商对象，是苹果手机最大的代工企业。台积电世界500强，台湾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公司，也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，市场占有率高达50%以上。台积电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，目前已经可以量产3纳米的芯片。而中国在这方面最强的中芯国际，也只能量产12纳米的芯片，还存在巨大差距。就连美国的英特尔、高通也很难与之匹敌。可以说，台积电的技术就代表着目前芯片最先进的技术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也只有三星半导体可与之一较长短。联发科，台湾最大的芯片设计公司，也是亚洲第一大芯片设计公司，其在全球智能手机 AP 市场份额中占比高达40%。其次才是美国的高通、苹果，而中国在这方面最强的紫光展锐，全球占比10%，与联发科还存在巨大差距。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大半导体企业，美国有英特尔、高通、博通、英伟达、美光科技和德州仪器6家公司上榜，其次就是台湾，有台积电和联发科上榜。计算机领域，华硕世界500强，台湾最大的计算机硬件制造商，也是全球第一大主板生产商。红旗世界500强，台湾知名的计算机硬件制造商之一，同时也是全球第2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商。广达电脑世界500强，台湾知名计算机硬件制造商之一。人保电脑世界500强，台湾知名计算机硬件制造商之一。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大计算机品牌，美国有戴尔、苹果、惠普3家上榜，其次就是台湾，有华硕和红旗上榜。精密仪器领域，精密仪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是否发达的重要代表产业。目前，全球顶尖的精密仪器及精密机床制造商，基本被美日德瑞是4国包揽。在美日的扶持之一，台湾地区的精密仪器产业已走在了世界前沿，与英法意西等国不相上下。医疗领域，台湾的医疗技术水平在亚洲可与日本比肩，在全球前200大医院中，台湾有14家，仅次于美国和德国。目前，台湾在器官移植、肿瘤治疗、外科整形等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新能源领域，台湾在太阳能、光伏、风电等新能源产业领域非常先进。目前，台湾的太阳能发电产值和产能位列世界第2。在全世界20家大型光伏企业中，台湾就占了7家。另外，台湾在电子技术、农业科技、航空制造业等产业领域也处于全球前沿地位。可以说，以台湾目前的整体科技产业实力，在全球范围内能稳进前20名。常言道，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，教育兴则国兴。台湾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全球第一，真正可以称得上博士、硕士满街走。台湾的大学分布在全世界排名前3，2300万人口，有将近150所大专院校。台湾共有16所大学登上 QS 全球大学排行榜，其中排名前500的有11所。台湾知名大学如下：
台湾大学有台湾第一学府之称。台湾大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，在世界排名第68位，学术氛围浓厚，校风严谨，是很多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学校。台湾清华大学为台湾顶尖级研究型大学之一，环太平洋大学联盟、中欧商校联盟、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成员。台湾成功大学为台湾顶尖大学之一，现为全台规模第2的全科性综合大学，是南台湾教育中心、医学中心、光电系统科技中心、南区奈米研究中心、航太中心及区域网络中心的所在，是学术领域最为完整的研究型综合大学。台湾科技大学是一所亚洲顶尖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。该校以培养高科技工程与管理人才为主，人文及社会科学并重，尤以商科和工科见长。台湾交通大学是台湾顶尖研究型重点大学之一，与台湾清华大学及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相邻，与中国大陆4所交大共同联合成立交通大学校友总会。台湾交通大学为中等规模之研究性大学，以理工著称，在电子、资通讯及光电领域居于世界前列。另外，台湾师范大学、台湾中山大学、台湾阳明大学、台湾中央大学、台北医学大学、台湾长庚大学、台湾政治大学等，也都是亚洲闻名的高等学府。在2022年，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公司中，美国占了8家，其中美国的2家公司分别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和台积电，前者无需多言，作为阿拉伯的石油巨头，其财富源源不断的涌出，而后者台积电位于东亚的一个小岛上，这个小岛没有天然资源，也缺乏国际地位。然而如今，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，台积电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你们用来观看影片的手机或电脑，很可能都装有台积电的芯片。而在地球的另一端，美国最先进的战机和导弹也都会使用到台积电的芯片。过去，由于政治因素，对于台积电的发展历程有不同的看法，蓝营会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功劳，而绿营则会说是美国人帮助的结果。今天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。故事的起源要从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说起。张忠谋出生于浙江，18岁时赴美留学，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后，他于198年来到了德州仪器，负责半导体部门。当时德州仪器还只是一家小公司，张忠谋从科长、经理一路晋升到了副总裁。41岁时，他已成为公司的第3号人物。公司拥有4万名员工。与张忠谋同时来到德州仪器的，还有未来的机体电路发明人 GLB。在机体内容物发明出现之前，电子元件包括电晶体、电阻、电容和2GT 等，都相当庞大而笨重，组装起来需要手工焊接，耗费时间，成本高，效果也不佳。然而 YC 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，将所有电子元件集成在一块细小的芯片上，成本低廉且性能优异，很快就取代了单个电晶体，实现了机智而不愚蠢的半导体制造。张忠谋的出色团队使得德州仪器成为了顶尖的半导体公司。1983年，随着基尔比的退休，年过半百的张忠谋也本可以选择退休生活。然而，由于公司高层计划转向日常电气产品的开发，而非投入高阶半导体研发，张忠谋认为应该把资源投入到更高端的半导体研究中。由于理念不合，张忠谋离开了他奉献了25年的公司。与此同时，台湾正在积极推动高科技产业，而近年来的计划进展迅速。孙云学和李国鼎趁着张忠谋待业的机会，邀请他来台担任工业院院长。尽管台湾政府支付不起他的薪水、津贴、分红和股票，但张忠谋已经财务自由，而工业院院长的职位恰好能让他施展才华。于是他来到了台湾。上世纪80年代，台湾已初步掌握了半导体技术，但为了更具国际竞争力，工业院于1987年提出了超大型基点登陆计划，并由张忠谋担任董事长，成立了台湾机点路公司。这标志着台积电的 IC 芯片产业从无到有，经历了大约3个阶段。半导体产业链包括设计、制造、封装与测试。而当时业界流行一条龙的生产模式，即 IDM 及垂直整合制造，同一家公司可以掌控芯片的设计、制造、封装与测试，但这需要庞大的资本，如英特尔和以前的 AMD。然而，制造芯片的成本和技术要求非常高昂，比如一台负责制造晶圆的光刻机的尺寸相当于80个月亮，价格高达1.5亿美元，比波音客机还贵。
如果新设计厂购买了这样昂贵的设备，又投资了厂房，却只生产自己的芯片，那将是一种资源浪费，将会带来巨额亏损。因此，与其一条龙制造，台积电选择了专门进行晶圆代工。这种模式下， IC 设计公司可以专注于研究与设计晶圆，而将设计好的晶圆交给晶圆代工厂制造。这种只设计一部分的模式称为专业化分工。公司需要与晶圆代工厂合作。说到资金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投资都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。现在建设顶级制造的大型晶圆厂，往往需要几百亿美元。比如台积电在美国凤凰城的新工厂就亏损了120亿美元，而在当时，购买一座6英寸耳机唱片厂并运营的成本就需要2亿美元。然而，台积电的总投资额包括融资在内，最终定在了2亿美元。这意味着，在建成一座新的晶圆厂后，公司就没有更多的资金了。1987年，台湾人均收入为5300美元，而2亿美元对于当时来说是一笔巨额资金。委员会李国鼎找到了台资部，出资1亿美元，认购了一半的股份。然而，由于资金需求巨大，公司还需要向国际合作伙伴寻求资助。然而，专业的晶圆代工这一新颖的商业模式却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。因为他们认为风险太大。张忠谋亲自给美国和日本的大公司写信，如英特尔、三菱、东芝、德意和摩托罗拉等，但没有一家回复。只有荷兰的飞利浦愿意投资认购了公司27.5%的股份。飞利浦与台湾的关系深厚。1962年，高雄成立了加工出口区，飞利浦迅速进入了市场。当时的飞利浦不仅生产灯泡，还从事半导体业务。在台湾主要从事早期的晶圆封装和测试，曾经连续10年成为台湾最大的外资企业，在台湾一度拥有4万名员工。飞利浦的加入不仅带来了资金，还让台湾享受到了飞利浦的技术资源。现在与台积电关系紧密的艾斯摩尔，过去也是飞利浦的子公司。以今天的股价来看，飞利浦当年以每股10元认购台积电，多年下来成本几乎等于0。如今德国的回报已超过1000倍。然而，在2006年1月1日，台湾实行了新的税制。为了减少税负，飞利浦以每股62.3元的价格出售了其192万股持股。此外，台湾政府还邀请了一些民营企业投资，其中台塑公司投资了428股，但后来以每股17.6元的价格卖掉了股份。当时的网友认为这种公司没有前途。然而如今，他们也曾有误判的时候，因为台积电股价在今年初飙升到685元，尽管台积电解决了资金问题，仍然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。台积电最初设定的3类客户分别是内部业者、国际级 IDM 厂和海外 IG 设计业者。然而，当时内部80%以上的订单都来自 DJ 的消费性电子产品，对台积电的先进制程需求不高，而国际级的 IDM 厂也不信任台积电，导致台积电无法获得订单。然而，意外的是，海外小型园艺设计公司的订单却源源不断。1987年，苏联解体，冷战结束，许多自通技术释放到民间。美国矽谷出现了一群有镜片设计能力却没有钱兴建晶圆厂的创业家，如辉达、高通、博通、赛灵思等。这一些现在的超大型镜片设计大潮，几乎与台积电的同步创业。他们年轻大胆，有创意，愿意与太平洋彼岸的台湾公司合作，试试新的精准代工模式。有了台积电的专业代工，然后这些 IT 设计公司可以集中资源，尽情发挥所长，实现创意自动无偿的半导体公司快速发展，并引发了 IT 产业前所未有的变革。这一切都是台积电刮起的旋风。沟通的执行长莫伦科夫、辉达的创办人华人群众说过，没有台积电公司就绝对没办法成功。在半导体行业，资金和技术门槛本来就很高，晶圆代工更是如此，因为涉及机密问题。起初大家都对此持怀疑态度，因此诚信对台积电来说至关重要。台积电实行严格的保密机制，员工不得携带专用手机和随身碟进入厂区，甚至连访客上厕所都要刷卡，以防公司或客户的机密外泄。保密措施严密，这才让即使像沙宏眼这样的 IC 设计大厂也不敢把自己最先进的产品交给台积电生产。另一方面，台积电30年的业界人脉也发挥了作用。虽然英特尔拒绝投资，但张忠谋却找到了英特尔的高层，试图争取为其代工。当时，英特尔的技术团队来到台湾进行为期1年的认证工作。
最后提出了200多个问题，要求改善。张周二话不说，马上处理。1989年，台积电顺利获得认证，开始为其代工，有了半导体行业的领头羊加持。在成千上万员工的努力下，从1987年到1996年，台积电熬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。随着个人电脑和手机的普及，消费级芯片需求大增，台积电的业绩迅速增长。1996年，台积电已成为台湾最赚钱的制造业公司。在过去的30年里，台积电不断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，从最初落后英特尔5年，如今德国反过来领先英特尔2年，成为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导者。台积电每年投入约100亿美元进行研发，平均2年就推出一个先进的纳米制程。然而，在半导体行业，有钱并不等于可以独霸市场。2015年，紫光集团以强大的资本势力威胁要收购台积电并合并联发科，结果在2021年，紫光集团破产，负债高达2000亿人民币。最终在2022年，紫光集团老板逃逸，被鸿海以240亿人民币竞价收购。相比之下，印度国有半导体制造公司 SCEO 成立于1984年，比台积电成立更早。然而，由于光照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等问题，尽管拥有丰富的人才和充足的劳动力，印度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远不及台湾。台积电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，也不是简单的技术转移就能成功。与台湾同时期发展半导体的国家有很多，但最终只有台湾和韩国垄断了市场。这其中既有运气，也有努力。除了要感谢那些高瞻远瞩的政府官员，如孙玉璇、李国鼎等，以及外商飞利浦的投资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张忠谋本人。他是一位在54岁之前从未踏足过台湾的高级经理人，为台湾带来了全新的经营模式，从而使台湾拥有了一家世界级企业。如今，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份额达到了53%，凭借着领先的先进制程技术，台积电在全球顶级晶圆代工领域独占鳌头。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，台湾的金融业也同步崛起。在1990年代之前，台湾的金融体系由政府主导并严格管制，外国银行不能在台设立分行，民间也不能自主开设银行，银行利率和汇率都受到管制。然而，随着台湾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，对外贸易持续顺差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，政府意识到需要有人处理复杂的国际贸易手续，因此主动开放金融自由化政策，首先允许民营银行设立。如今，台湾的金融业每年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6%至7%，是台湾经济增长的引擎。对于市民来说，银行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帮助管理闲置资金，提供各种金融服务，如信用卡、贷款和电子钱包等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如今银行业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但银行不同于传统的网银，通过手机随时随地提供金融服务，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。